法兰西皮革，这一支也是重磅的，没错。那它又有别名叫做什么？法式蔷薇吗？是叫什么蔷薇之梦？蔷薇之梦。蔷薇之梦。对啊，法式皮革好了，比较法式皮比较直觉。对啊，好不好？那法式皮革，但是它是玫瑰的味道，对，是吗？好。那有些是说法式蔷薇。法式蔷薇。蔷薇皮革。蔷薇皮革真多种。对啊。随你叫。那我觉得这一支的味道也是后来我们发现，在这个系列当中，除了英来茶桂是明星之外，对，青鸟是明星之外，这一支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明星。那我们今天特别把它挖出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支法式蔷薇。那我们请老师先好了。好，这支还蛮喜欢的。他们这边。好。对。我闻到你们的了，好香。这支我有收，我有这支。很玫瑰。对。对。但这个玫瑰带着金属感，有没有？对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有闻到金色的味道，就很像它的包装一样。金属感的玫瑰。还有嘞？好香。还有什么？应该是它的粉红胡椒跟杜松，把它的那个玫瑰衬托得很明亮。对，那个这种你刚刚讲的金属跟明亮，就是来自于这两个粉红胡椒跟杜松子。OK。所以如果有一点金属感，我就可以说它是杜松跟粉红胡椒带出来哦。那前面有闻到一个酸橙啊，它也有对柠檬酸橙柠檬。那这个玫瑰走法跟我们一般所认识的玫瑰又不太相像哦。对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来陈美老师这一支，目前前调就你的感受说一下。它的那种之前闻又不太一样的感觉。它的皮革真的是非常的那种柔软的那种麂皮，不是那种沙发或者是汽车里面的那种皮革感。它是一个非常柔软的那种，对，那种好像是那种的感觉，衬布啊，有一些人会放在桌子上，对，一块小块的布，那种衬布那种。麂皮的那种衬布，然后把它，我可以在上面放一些，比较贵重的饰品之类的，那种衬布，衬底就对了。对，然后上面撒一点玫瑰的香水，然后你就觉得，就很有这支香水的味道。是，所以但是你还是可以闻得到皮革的味道在里面，就对了。可以。哎呦，很比隐约要再浓一点，比什么还要再浓一点？比隐约要再浓一点。我在想一个，我在想用什么词来形容？中间隐约可能是2-3分，隐约可能是那个隐约可能是1到2分糖，那你大概就是4到5分糖，4到5分糖那种味道。对，但是它不是甜啊，只是我们用隐约来形容。有这个皮革有出来，有。我现在隔一段时间再回头闻，那个皮革就明显了哈。但是如同陈美老师说的，不是那一种进车里面的那种皮革，不是，大概就是2到3分。好，那你可以闻得出来是一个皮革衬底的桌面。导致确实陈美老师说的很正确哈。好，那林心底的这一支玫瑰，我觉得它很有法式女生的那种风格。就是你一出场，她就穿着一个很有 fit 的那种合身皮衣吗？不一定要皮衣，它就是很合身式的那种衣服出来，然后远远你就会闻到它微微的淡淡的那种玫瑰香气飘过来。因为它这一支啊，你之前这样很近闻的时候，会觉得它是稍微有点浓度的蔷薇皮革的那种味道。但是啊，刚刚我们老师他在这边试的时候，我在我的座位上大概这样子10公尺
对，好10公尺左右，这样飘过去的味道是带一点水感的玫瑰，所以我这样说，老师你刚喷哪一支？对，就是这一支，很好闻。所以它不会带，它很有魅力，会让你去注意到它的存在，但是它又不会太强烈，不会太强势。对。那这个好像你说，我们直接闻，你会闻到皮革跟玫瑰花香的味道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远远的闻到可能是玫瑰加水感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就是它越扩越出去的时候变成水，对，水雾感了。不会觉得太重。有。对啊。这个走法还蛮很舒服，新奇的，对我来说，因为很像说，你越靠近那个皮革味道会越鲜明，但事实上它并没有那么的厚重。可是外面周围大概2公尺左右的朋友闻到你身上味道是带着水感的玫瑰。对啊。这个如果你喜欢玫瑰花香，你又不想要跟人家一样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这支蛮特别的，对，这支跟其他支的玫瑰的表现都蛮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好，那陈明老师这一支如果男生来用的话，你建议用在什么场合跟时间点呢？穿着也帮我们说一下吧。约会就很适合。OK。跟自己的女朋友，对，恋爱的对象，约会的时候，对，会，对方会觉得你很增加那种 romantic 的感觉，对，很浪漫的感觉。OK。就是不说话的时候，光闻味道就对啊，就这饱了这样子，太好闻了吧，对不对？这个真的很香。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彼此坐在对面，就是讲不出一句话，看着他都觉得我讲不出一句话是已经无言，在一起很久那种才会，不是，就太害羞，刚开始的时候太害羞，说不出话，或者是讲话讲一段中间需要一个顿点的时候，我觉得静静的去吸上一口气，这个味道让你们的话停不了，这样不知道讲什么，哪里无感。OK。对啊。好，那约会的时候，所以老师说是约会，那穿着你当然就要斟酌一下。那你觉得这个约会要正式一点的，还是休闲一点的嘞？我觉得都不错啊，都 OK。因为甚至我刚刚在想说，什么季节？其实我会发现它4季啊，不管是很冷的季节啊，或者是很炎热的夏天，对，其实虽然是皮革，你真的完全不用担心它在夏天里你穿上它会觉得有任何的厚重感，会觉得凝重那种不舒服，觉得完全不会。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做皮革做的很有名的，很厉害。对，不然他不会把它什么都加上 leather 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个招牌端出来不能砸到。很爱 leather 这样。OK， 好，那林心地就女生来说。你会建议女生们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嘞？怎么穿？我也是觉得约会跟聚餐特别适合对，你们都异口同声觉得是约会的时候。上班的话，你开心也是可以啦，只是就有点太胖了一点这样。上班的时候，对，没有。魅力大爆棚，吸引某个同事，对，想要诱惑就是某同事的时候，是，才会去喷这支，对啊。或是自己喜欢，其实喜欢香水的人，有些人可能会不太看场合啦，他就觉得我想喷就喷，我今天想喷这支，心情上我觉得可以，没错。那其实香水好玩有趣的地方就是，它随着你的心情的当下的这个意念，你所决定出来的就是代表你的心情，对，或是你需要这个味道的时候，就代表你当下的感觉是需要它，对。带给你的那种，看是能量或磁场对，你就会去选这一支香水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如果你选这一支，表示你今天可以去约会了，可能会有好事发生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对象出现。艳遇吗？喷好喷满下班，台中的朋友咳嗽了这样子，听得到吗？我们在拍片。我有时候就是这样，遇到上班前，我就想，今天要喷哪一支，然后我就一支拿起来闻。其实你就会感觉不合适，明明就很好闻，但是你就是不适合今天心情或感觉就没到位，对，不够。对。然后某一支
就是他。那种东西是很直觉的，是，你会直接分辨说，我就是要今天要对，所以你现在喷香水，陈明老师已经会到这个状态了，对了，就是会想要哪一支，其实大概看一下，然后对，再拿出来，然后到底是不是？先看，是大脑的记忆说，到底是哪一支？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样子。今天是要喷阿木菊还是喷 TT？ 对，天气那么热，好像都不太适合。然后我想，娇兰花草水语应该可以。一闻，好像也还好，又放回去。就有时候就花很多时间在那里挑。是，哇，跟穿衣服一样，我今天穿什么出去嘛，代表我的心情嘛。对，真是好方向。来，那林心地，那个刚刚已经讲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看心情的约会，我觉得这一支带给我的感觉会是想要在约会的时候去喷它，对啊，或者是聚餐。是，好。那我们前调先留在这边，待会再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后调转变哦。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法式蔷薇回来哦，来哦，这支也太吃香了吧！来，老师先，我开始有点桃子的味道，不晓得你们闻到桃子。水蜜桃或者是微微甜的感觉，桃子、李子那种桃也可以。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带甜味的那种玫瑰花香。本来是金属感的玫瑰，到现在变成带甜的玫瑰呢。对，这个转变是厉害。可能前面那个粉红胡椒跟杜松带给你的感觉走掉了，对，然后现在留下来的是比较带有甜感。我觉得是偏果香的那种甜感的那种花香，对，会比较有你说的果香确实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桃子嘛，水蜜桃啊，或者是一般的桃李的这种桃，对，果香还蛮甜美的，对，后面越来越再偏女生多一些些，对，整个往女生方向倾倒了，这样，好，就约会约一约，然后男生越来越坐靠近女生这样子，就快要整个给他扑倒了这样，好来，那林心丽这一支目前的后调在你上怎么呈现？对啊，也是带微甜感的那种玫瑰味道，还是非常明显啊。皮革我不知道，觉得它就是已经融合在这个玫瑰的香气里面，已经闻不太到这种我们传统印象中的皮革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它这个甜感啊，我看香调它是说来自琥珀。对，它是来自于琥珀的这种味道。对，但它可能。跟琥珀，它跟不同的香材去做结合的时候，你会闻不太到它原始的，但是它的这个甜味应该是来自于它的。对啊，非常明显。是。树脂。那这个前调，就两位来讲，这个前调跟后调它的落差有没有相当的明显？就你们的感受上来说，非常明显，非常明显哦。对，它前面还没有那么甜，前面的那种。微微的那种麂皮的那种感觉还算是那种大概3到4分的那种呈现，然后到现在已经完全不见了，就呈现出那种整把玫瑰绽放开来，然后带着甜感，树脂香气的那种甜感。那我如果来形容，我会觉得说，这个。你喜欢的对象送了一把的玫瑰，那这个玫瑰是属于深黑色的这种玫瑰哦，是这个品种是深黑色的玫瑰，就是比较深色系的玫瑰，比较深邃啦，颜色的比较深邃。那可是在这个玫瑰上面淋上了一圈的果酱，带着甜感。果酱这么甜？果酱不一定要很甜啊，但是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果酱，它是把诚意端出来给你的，就如同现在我手上这个味道，果甜加上玫瑰，对，我觉得有2-3分甜啊，是，我觉得蛮有诚意的。我觉得还蛮像，就是你约会的时候在烛光下，然后呢旁边很多玫瑰花，可是呢
你点的那一杯的那一壶的茶里面啊，它加了很多的水果，然后呢还加了很多糖浆，枫糖浆在里面，然后它还放了玫瑰花瓣进去，所以当你喝起来的时候啊，那种温甜温热的那种玫瑰花香，会趁着那个果香一起什么飘进你的鼻腔，这种感觉。对，果然还是你比较会那个摆那个场景布置啊。对，这个就好像比我厉害很多。道具布置。对，以后我们那个视觉布置应该请郑老师来做一下，哇，蛮厉害的。好，那雷金利的这一支目前后调怎么走？它的后调在我身上，我觉得跟前面我反而落差没有大，因为它的前调在我身上很快就不见了，对，很快就是那个我说那种就是利落感、金属那种杜松跟这个粉红胡椒的这种感觉，很快就没有。然后是中后调，现在它那个玫瑰一直非常明显到现在，然后再加上前面其实我觉得落差没有到很大，只是后面这个树脂香气再更多一些，就是让它的那种浓郁感。那种甜蜜的那种浓稠感再更多一些的感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该到了定调跟评分的时候，老师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？我的话，我会把它定在果香花香。果香花香，确实，果香花香。好，那这一支的持香怎么样？1到5颗星，4颗星。4颗，好，那它的扩散性嘞？扩散性1到5颗，也是4颗，OK，那总体分数你会给它0到10几分？9.2。9.2，，OK， 9.2，为什么是9.2嘞？它前面其实还蛮有特色的，特别就是那种微微的那种麂皮的皮革感，对，然后衬着玫瑰花，然后又带着那种鲜明的感觉，然后杜松的那种把玫瑰花衬得很明亮，对，然后慢慢走到后面，你就会觉得是很温和的，的那种果香的玫瑰，对 ，OK，所以9.2，好，那林心丽这一支定调在什么调？玫瑰。应该是花香调吧，玫瑰花香调，然后皮革我觉得还是有啦，还是算皮革调的一种，然后木质调也是有一些，玫瑰木质调，花香木质调，东方木质调。你已经闻到木质调，我都没有，我始终都还没有有。OK， 好，那这一支持香1到5颗星，持香我4.5颗星，扩香也有4哦，我觉得还蛮也有，对，然后整体的话跟刚刚一样9.5，都蛮喜欢的，不同的感觉，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是，好，这样评完了，对啊，9.5分，就还蛮喜欢，我觉得这支就是女生来使用，我觉得还蛮增添魅力的。对，会让人家觉得蛮迷人的，但又不会太过于强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支女生男生都可以，但是到后调，我觉得它越来越适合女生，再甜美一些。对，因为它玫瑰越来越甜美。那你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被爱的感觉，非常的 sweet， 很甜蜜，但是又不会甜到过头哦。对。那但是你知道，随着爱情能够越来越增温、越来越甜蜜的这种通常是少有的。那我觉得这一支就是这样呈现。所以你如果约会，2位都非常认同，如果你今天要约会的话，这一支是非常合适的。而且很果香。对啊，很果香啊，而且会越晚没有我的玫瑰还是越甜蜜。它的玫瑰比较重，我的果香很重。OK， 好，那我的玫瑰跟果香一样重。对啊，好好闻哦。好 ，OK， 夏天可以了哈，这一支夏天可以啊，我觉得也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好，非常谢谢陈老师跟这个林心娣暑假特别来帮我们
强打这一支，我们对很喜欢，但是这个牌子很少人 Memo 介绍的蔷薇，法式蔷薇。对，好，待会30秒见，好，谢谢喽，拜拜，拜拜。